日本海上自卫队即将进行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组织编制调整，废除原先的88舰队编制，取消番号中存在60多年的护卫二字，而改组为规模更大的以所谓直升机准航母为核心的3大战斗群，引发外界关注。近年来，日本大力发展进攻性军力，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框架，一系列危险动向将对地区局势产生何种影响？来看分析。9月初，日本防卫省宣布了一项涉及日本海上力量组织结构全盘调整的重大改革计划。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海上自卫队一直由护卫舰队执行负责布设水雷和反水雷任务扫海队2大部门组成。而新的改革方案将实施水上舰队制，原有的部队番号将陆续停止使用。目前，日本海自的大部分现代化主战舰艇集中在护卫舰队，其中包括4个护卫队群和5支护卫队，沿袭88舰队的编制传统。每个护卫队群配备1艘日向级或出云级直升机驱逐舰、5艘通用驱逐舰和2艘宙斯盾驱逐舰，以及8架舰载直升机。每个护卫队群通常设置2个护卫队，是这次改革的重点。日本防卫省发言人表示，预计全部工作将在2026年3月完成。除此之外，还有地方配备护卫队，是由老式通用驱逐舰和导弹护卫舰组成的导弹艇队和扫雷队。本次改组后将取消番号，并编入新的水上舰队。重组后的水上舰队将下设3个水面战斗群、1个水陆两栖和水雷战队，以及1个巡逻警戒群。其中3个水面战斗群作为一线作战单位，每个群所属的舰艇数量比以往的护卫队群有所增加，以实现更高的轮换效率。在紧急的情况下，3个水面战斗群还将协同行动，两栖攻击和扫雷作战群则整合了现有的两栖攻击舰和运输舰，巡逻防御群主要用于执行监视任务。外界还注意到，根据日本2022年防卫建设计划，未来10年内海自将新增1个水面舰艇战斗群，这意味着日本海自的舰队规模有可能比目前扩充20%。此外，梳理这次的重组计划不难发现，由原来的4个护卫队群整编为3个水面战斗群后，编内将多出1艘直升机航母。据悉，它将被编入两栖攻击和扫雷作战群。从番号上来看，日本海上自卫队此次大整编后，在编制表上存在了63年的护卫二字将被废除。这意味着海自重塑舰队以增强进攻属性为首要目的，是对和平宪法的突破。实际上，重组后的3大水面舰队均以1艘直升机航母为核心，配备宙斯盾舰等，这明显是参照了美国海军的航母战斗群理念，以便于美军的协同配合，同时提升远洋作战能力。目前，日本海自出云号和加贺号2艘2万吨级的直升机驱逐舰已初步完成轻型航母化改造，并开始进行 F-35B 战斗机的垂直起降试验。未来，这2艘轻型航母将分别作为2个水面作战群的旗舰，各自搭载至少10架 F-35B 战斗机，搭建起具备较强攻击能力的轻型航母编队，遂行进攻性制空、制海或夺岛任务，甚至可以在美军航母执行其他任务时填补其在亚太地区的力量缺口。日本2025年度的防务预算已经突破8万亿日元，创历史的话呢新高。钱是日本这次大调整的一个杠杆，变化最大的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这样一来以后的话呢，就是日本的整个海上自卫队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突破了原来的专守防卫的这种原则，是吧？开始的话呢，向进攻这个方向发展，它要和美国的这个作战机制接轨，这样的话呢，使美日联合作战的话呢，上了一个新台阶。实际上，出云和加贺号的官方型号名称为直升机护卫舰。今年3月，加贺号的舰首部分从梯形改为长方形，还对一部分甲板做了耐热化处理，以应对战机降落时的高温。改造完成后，它将突破原先只能搭载直升机的限制，可以搭载可垂直起降的 F-35B。据海自透露，美国将配合加贺号的升级验证，测试 F-35B 从舰上短距离起飞和垂直降落。加贺号计划9月17号从广岛县海自无基地出发，于10月5号至11月18号期间在加利福尼亚圣迭戈近海参与测试。2021年，出云号已经在日本境内基地接受了驻日美军的 F-35B 测试。根据2023年版防卫白皮书，日本总共将为海上自卫队和航空自卫队采购147架 F-35系列战斗机，以打造除美军外最大的 F-35战斗机队。日本爱知县小木南的三菱工厂还设有1条 F-35总装生产线。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政府2022年制定了5年将防卫费翻一番的计划，这意味着到2027年前，日本防卫费的年均增幅将达到20%，属于世界范围内罕见。这也体现在日本海自2025年预算申请上。消息指，日本计划中2艘搭载宙斯盾系统的舰艇获得了5.65亿美元拨款，有望于2027年至2028年间完成建造。预算中的其他重点项目还包括斥21.7亿美元购买3艘护卫舰，用8.04亿美元购买1艘新型潜艇，并为在南部岛屿部署陆基移动式雷达的计划提供约1亿美元。日本将海上兵力整合突破专守防卫，背后的美国因素不容忽视。实际上，宙斯盾和移动式雷达等设备都将向美国军火商采购。近年来，美国持续松绑，纵容日本军事野心。2022年底，在美国的默许和支持下，日本政府出台了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3份安保文件，明确要让日本自卫队拥有打击敌方导弹基地的所谓反击能力。这也意味着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地位获得极大改变，由美主日从向相互联动转变。今年7月末举行的美日2+2会谈还明确，美方将重组驻日美军，设立新的统合军司令部，这是指挥系统的重大改革，被美国智库认为标志着美日转变为真正的军事同盟。近几年，虽然美国在加速推进其印太部署，但是在兵力上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近段时间，为应付加沙危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还出现了航母空窗期，所以美国迫切希望依托日本自卫队的力量填补空白。美日双方走得这么近，它实际各有战略所求的。日本跟美国原来的关系呢，它是一种仰视，那么现在呢，逐渐发展的话呢，要变成平视，也就是更多的强调的话呢是合作关系。当美日的关系走得越来越近以后，你会发现，在整个的印太地区，它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当这个不稳定因素在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应该说对地区的稳定、对地区的和平，它是有破坏作用的。近年来，美国在亚太地区推行所谓印太战略，拉拢地区国家搞小圈子，日本充当起马前卒。有消息称，美日印澳4国即将于本周6在美国举行的4方安全对话领导人会议期间，宣布启动在印太展开联合巡逻的计划。据悉，相关巡逻将由4个国家的海警部门组成，初期由美国海岸警卫队提供船只，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海警将搭乘美国海警船，其后再轮流，以加强互相操作能力。观察认为，4方安全对话机制在过去几年中进展不明显，在目前美国和日本即将进行政府换届的态势下，突然加强政治宣示，象征性更浓。美方实际上更多利用这一机制作为测试盟友忠诚度的检测器。美日印澳在印太地区所构建的，这种4边机制，应该说它是针对中国的4边遏制机制。在这里来讲，美国呢，它要整个战略制定。要服从于大国竞争这个战略，但是美国单独应对大国这种战略来讲，他明显感到力量不足。第二的话呢，他又看到其他的几个国家跟中国在一些问题上呢是有矛盾有分歧的，所以美国要利用这种矛盾和分歧，把这几个国家拉到自己身边，这样来共同的来对付中国。日本防卫省宣布将废除现在海上自卫队的编制，建立新的水上舰队。那这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要进行改组？佟婷你好，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改组是一次非常重大的改革，意味着今后呢转守为攻，成为一支攻防兼备的海军力量，暗中呢突破了和平宪法对日本军事力量的限制。海上自卫队的改组包括3个方面：一是指挥体系的变革，建立集中指挥体系。以往的护卫舰队和扫海舰队将整合成新的水上舰队。护卫舰队呢属于海上自卫队管辖，而扫海舰队则属于地方管辖。现在呢整合在一起，增强了军力，统一了指挥系统，相当于海军司令部。二是海上自卫队军力加强，重组后的3个水上舰队不仅呢攻防兼备，而且舰艇数量都有所增加。每个水上舰队不仅包括驱逐舰，还包括潜艇、新兴的作战力量等等，能更有效地执行轮换、训练以及维护等任务。3是海上自卫队呢具有更明显的进攻性，性质发生了变化。就像日本的防务官员所说，这次重组行动将会让原本的舰队护航部队转型为水面舰艇部队。护航部队呢是以防守为主，而舰艇部队则是攻防兼备，以攻为主。
日本海上自卫队实行重大的改组，主要呢有2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日本呢一直想成为亚洲军事强国，要对军事力量日渐增强的中国进行平衡和制约；第二呢是美日军事同盟关系不断深化，美国呢要借日本的军力来构建所谓印太战略体系，而日本呢要利用美国放手的机会向军事正常化迈进，并且呢时不时的突破和平宪法的约束，最终呢要成为一个军事行动上不受限制的国家。日本加强军事力量的后果是挑起了亚太地区的军备竞赛，给亚太地区带来更大的安全威胁和经济威胁。日本试图介入台海和南海问题，对中国的安全呢同样带来威胁。美日澳英4国将在所谓印太地区举行首次联合巡逻，监控该海域的船只矛头是指向谁？对亚太安全有什么影响呢？4国联合巡逻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的公开说法呢是要打击中国渔船的非法捕鱼行为，这呢显然是污蔑，找个借口。真实的目的呢，恐怕是要在西太平洋区域，从日本到澳大利亚，再到印度一线，来形成对中国的围堵。同时呢，可以干预东海、台海、南海事务，阻止中国影响力向南海岛国延伸。我觉得呀，4国海警联合巡逻架势是很大，但是不可能有什么效果，更多的呢是为了制造舆论。而值得关注的倒是美日澳印4国峰会，据说呢将涵盖卫生安全、自然灾害应对、海事安全、高质量基础设施、关键和新兴技术、气候和清洁能源以及网络安全等议题。拜登呢要在下台前通过4方会谈把相关合作的内容给固定下来，即便下一任美国总统修正，也是麻烦多多。而4国峰会之后呢，可能将举行首次4国工商部长会议，将在工商经贸领域加强合作，设法排斥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过去4年美国通过美日澳英4方会谈机制和澳英美3边安全伙伴关系，强化对中国的遏制，并且呢加大对台海和南海的干扰力度，危害中国的核心利益。不排除呢即将举行的4国峰会对进一步遏制中国提出新的线索和计划。当然呢，他们的目的能否达到，有没有实现的条件，则是另当别论。